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名誉教授广川胜裕所著的《了解自身的免疫力的方法》这本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提升自身免疫力，并努力养成新的习惯来增强免疫力。那么，免疫究竟是什么呢？为了更好地理解免疫的基本知识及更深层次的内容，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通俗易懂的书籍，书中将解释如何了解自己的免疫力，以便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舒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构成免疫的3个要素；第二，饮食生活如何决定寿命；第三，掌握提高免疫力的智慧。首先是第一部分，构成免疫的3个要素。免疫字面意思是免受疫病侵害。正是由于我们具备免疫力，即使再次感染曾经得过的病毒，通常也不会发病，或者症状较轻。免疫力是指保护身体免受病原体感染的综合能力，是感染防御机制的核心系统。免疫力可以大致分为以下3个要素：一、皮肤和黏膜形成的物理屏障；二、由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等组成的免疫，即自然免疫系统；三、由淋巴细胞组成的免疫，即获得性免疫系统。这3种不同系统的综合力量就是免疫力。一般来说，免疫主要指的是以白血球和淋巴球为中心的第2和第3种免疫系统。但今天我们还将详细讲解保护全身、阻挡外部病原体的皮肤和黏膜。成年人皮肤的表面积形成了有效的屏障，可以防止病毒、真菌等看不见的外部侵入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接触外界的不仅仅是皮肤、口腔、食道、胃、小肠、大肠等消化系统的黏膜，以及鼻腔、咽喉、气道和气管等呼吸系统的黏膜，也都是由上皮组织构成的物理屏障，具有独特的免疫系统。此外，尿生殖系统也被黏膜所覆盖。细菌或病毒进入体内的第一个地方通常是口腔。大家可能知道，唾液具有杀菌作用。口腔咽喉中的腮腺、舌下腺和颌下腺等大唾腺，以及许多小唾腺，每天分泌约 1.5 升的唾液。唾液不仅能防止口腔干燥，还能通过其中的免疫球蛋白 A 来防止外部细菌的入侵。口腔咽喉中的黏膜，尤其是扁桃体，发挥着哨兵的角色，监视病原体的入侵。扁桃体在儿童时期较大，成年人后通常会缩小。如果病原体成功突破了口腔的防线，接下来要面对的是食道和胃的黏膜。胃分泌的胃酸 pH 值为3，具有强酸性。这种强酸性可以几乎杀灭所有细菌。然而，仍有一种细菌能在这种胃酸中存活，那就是螺旋杆菌。这种细菌被认为是胃溃疡和胃癌的原因。为了排除这种细菌，需要服用抗生素，通常需要就医。在胃的下方是12指肠，紧接着是小肠。小肠的广泛黏膜内存在大量淋巴细胞，数量甚至超过100亿个。这些淋巴细胞与肠道中的双歧杆菌、乳酸菌等肠道细菌合作，进行感染防御。我们通常认为消化道是营养吸收的地方，但它同样在免疫系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皮肤和黏膜构成了我们抵御外界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如果病原体无法突破这道防线，细菌或病毒的感染将无法成立，大多数病原体都会再次被排除。例如，皮肤等外伤一旦受损，往往会变得脆弱，允许病原体通过伤口侵入。最近，若病毒突破皮肤或黏膜，就会潜入体内的各种细胞中并进行繁殖。此时，为了保护第2道防线，人体内本来具备的免疫部队便会启动，这被称为自然免疫。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免疫细胞、白血球。白血球包括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颗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等，作为自然免疫的主角。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在血液中流动，而树突细胞则分布于血液和全身组织。当细胞受到病原体的刺激时，
细胞会释放信号，呼唤白血球，于是巡逻于血液中的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细胞便会聚集到微生物入侵的地点，尽量减少损害，就像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的警察一样。在赶到现场后，他们会直接吞噬并处理病原体。一旦第二道防线的病原体被处理，巨噬细胞和树突细胞会将病原体的信息传递给第三道防线，即由淋巴球构成的获得性免疫系统。获得性免疫是一种比第二道防线的自然免疫更高级的机制。由于巨噬细胞和树突细胞提供了曾经侵入体内的病原体信息，当同样的病原体再次侵入时，免疫系统便会迅速发起攻击，并做好消灭准备，而且还能将这些信息长期保存。人体真是太神奇了。换句话说，自然免疫是先天性免疫，而获得性免疫则是后天获得的免疫。获得性免疫的主角是免疫系统的核心——淋巴球。淋巴球有 T 细胞、B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等几种类型，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其中 ，T 细胞不仅直接参与外界的防御，还充当指挥塔来控制免疫反应。T 细胞中有一种叫助攻 T 细胞的，它是免疫细胞的指挥塔，负责向其他免疫细胞传达感染源的信息，促进必要的细胞增殖，并指挥打击病原体的队伍。另一种是杀伤 T 细胞，它是能够直接杀死受外部侵害的细胞和肿瘤细胞的强大细胞。不过，杀伤 T 细胞的能力需要助攻 T 细胞的帮助才能发挥。杀伤 T 细胞会记住曾经接触过的病原体，因此在再次感染时能迅速发挥作用。另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淋巴球叫 B 细胞，它也在助攻 T 细胞的帮助下产生能直接对抗病原体的抗体。T 细胞和 B 细胞都是非常优秀的免疫细胞，但据说在开始真正的攻击之前需要几天的时间。那么这几天期间，病原体是否处于放任状态呢？其实并不是。在这几天里，自然杀伤细胞会移动并摧毁感染细胞来应对。这些多种多样的淋巴球各自承担角色，彼此合作，抵御外敌。多种淋巴球的协同作战，形成了强大的感染防御能力。人类的身体真是了不起。听到这样精密的系统，您可能会开始考虑一下增强免疫力的问题。接下来是第二部分，饮食生活如何决定寿命。如今可能很难相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竟然不到50岁。70多年过去了，现在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已经延长了30多年，达到了80多岁。造成这种变化的最大原因是，幼儿因感染而死亡的情况减少了，但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例如一、蛋白质等营养状态的改善；二、抗菌剂的出现；三、居住环境的清洁化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平均寿命的延长。本来日本人就是在食量不大的情况下也能生存的抗饥饿人群，然而如果这种状态持续，营养不足的人就会增多。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因感染导致的婴幼儿死亡率很高。战后营养状况得到了改善，免疫力得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然而，进入不再为食物所困扰的时代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日本人对饥饿状态很强韧，但对过度饮食则相对脆弱。现代人的饮食，无论是食物的数量、内容还是热量摄入量，都大幅增加。然而，耐受饥饿状态的日本人，胰岛素的分泌能力并不是很高，这意味着许多人无法充分降低升高的血糖值。结果，持续的高血糖状态导致糖尿病患者增多。在糖尿病的后面，动脉硬化的进展和免疫力的下降正等待着，因此糖尿病患者更容易感染。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更需要有意识地提高免疫力，改善饮食习惯。那么，改善过度饮食是否能让我们更加健康呢？让我们来介绍一些用老鼠和猿类进行的有趣实验。首先，在193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发现，进行卡路里限制的老鼠寿命会延长。在实验中，老鼠被放置在狭小的笼子里，可以随意进食。老鼠所吃的食物量
被称为自由摄取量。当给予自由摄取量的60%食物时，虽然老鼠瘦了，但健康状况良好，寿命也得到了延长。此后，利用老鼠和小鼠重复进行相同实验，结果一致。此外，实验还表明，不仅延长了寿命，还抑制了肾脏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并推迟了随着年龄增长而导致的免疫力下降。实验室中的老鼠生活在狭窄的笼子里，相较于野生老鼠，活动量较少，但却可以随意大量进食。这正是现代人所处的过度饮食状态。对处于过度饮食状态的老鼠进行营养限制，使其摄入的卡路里量适应了较少的运动量，恢复了健康并延长了寿命。因此可以说，这并不令人惊讶。在1990年代，现为东京都健康长寿医疗中心的营养学研究小组将多只老鼠分成3组进行比较实验。第一组不进行运动，食物自由摄取；第二组进行运动，食物自由摄取；第三组进行运动，限制卡路里摄入。这3组老鼠养了20个月后，进行了营养学检查。研究小组负责免疫功能的检测。3组中，免疫功能最高的老鼠显然是大家所预料的第3组，即进行运动和卡路里限制的那一组。在海外，使用比老鼠更接近人类的红毛猿也进行了卡路里限制的实验。实验由2组研究营养和寿命的团队进行，包括美国马里兰州国家猩猩研究所和威斯康星大学。实验将人分为2个组，第一组为普通饮食，第二组为限制约30%的卡路里摄入。研究所的团队与大学团队在2017年共同分析了实验数据，并在国际科学周刊《自然》上发表了卡路里限制有效的共同结论。另一项实验由美国俄勒冈科学研究大学的研究者使用红毛猿进行卡路里限制的实验，结果显示，经过42个月的观察，卡路里限制可以延缓红毛猿免疫系统的衰老。为什么卡路里限制会延长寿命呢？对此有几种理论，比如卡路里限制可以增加抑制体内导致衰老和疾病的活性氧的效果。关于去除活性氧的酶。此外，卡路里限制的实验不仅适用于小鼠和红毛猿等哺乳动物，还在线虫和酵母等低等生物中取得有效结果。线虫的实验显示，卡路里限制可以使寿命延长约50%。虽然不清楚这些信息对人类等高等动物的具体帮助程度，但仍需要等待未来的研究。然而，这些实验结果毫无疑问是非常珍贵和有趣的信息。到目前为止，现代日本人因饮食导致高血糖状态持续，从而容易罹患糖尿病的趋势，以及过度饮食不如进行卡路里限制更能延长寿命的动物实验结果，已经得到了介绍。接下来，我们也将谈谈与免疫相关的营养素。显然，良好的饮食就是营养均衡的饮食，其中有一些营养素的摄入不足会影响免疫力的下降，这就是蛋白质。实际上，至今仍有以蛋白质为主的营养摄入不足的非洲儿童的免疫系统发展缓慢，常常在年幼时感染疾病而丧命。第2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也处于类似的状态，因此许多幼儿和青年因肺炎和结核等感染病而去世。在动物实验中，单独减少蛋白质的饮食不仅导致免疫系统的发展缓慢，还促进了随年龄增长而导致的免疫功能下降的结果。我们需要注意，不仅是蛋白质，其他营养素也要摄入充足，保持均衡饮食。同时，我们也应关注刚才提到的卡路里摄入量。从古至今，人们常说吃到8分饱对身体有益，而且即使无法做到完美，也不必因此而放弃一切。我们可以从可以做到的事情开始，逐步接近理想的饮食生活，这样会比什么都不做要健康得多。接下来是3部分中讲解提高免疫力的智慧。我将介绍书中提高免疫力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优缺点。一般认为，对免疫力恢复有效的方法包括以下几种：1、营养调节； 2、呼吸与睡眠； 3、运动； 4、抗氧化物质； 5、激素补充； 6、疫苗； 7、激活自身 T 细胞的疗法。
今天我将从这7种方法中重点讲解第2种呼吸与睡眠，第4种抗氧化物质以及第5种激素补充。首先，我们从提高免疫力的方法呼吸与睡眠开始讲解。这个方法并不是通过外部摄取或注射某种东西，而是利用自身的力量来控制免疫系统。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答案，那就是呼吸。作为一种平静精神的技巧，太极拳和瑜伽等的效果是众所周知的，而其核心就在于呼吸法。呼吸法中重要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呼气上，而不是吸气上。例如卡拉 OK 等活动能有效释放压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呼气，减轻压力有助于改善免疫力。呼吸是可以有意识地调节的，而通过这种调节，我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律神经。换句话说，通过呼吸，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意志来正常化身体的功能。这可能是一种心灵控制的方法。在紧张时或比赛前，自然而然会深呼吸来调整呼吸。这正是一个例子。特别推荐的呼吸法是在前5秒内吸气，停留2秒，然后用接近10秒的时间缓慢地呼气。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的社会中，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因此反复进行这种呼吸法对于缓解因压力导致的免疫力下降是有效的。此外，除了呼吸，良好的睡眠也是一种针对压力的有效治疗方法，是维持免疫力的重要手段。虽然这与工作时间等因素有关，可能没有呼吸那么简单，但睡眠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调节。睡眠时间是休息和恢复各种身体功能的时间，也是免疫力恢复的时间。如果忽视睡眠，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容易感染一些意想不到的疾病。尤其是30-40岁正值工作繁忙的年龄段，许多人对身体有信心，认为即使拼命工作，只要在1周内找到时间补觉就能恢复。然而，补觉对免疫力恢复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如果测量这些人的免疫力，往往会发现他们的免疫力意外的低。如果实在无法保证充足的睡眠，不妨考虑午睡或在通勤时间进行20到30分钟的小憩。研究表明，午睡或小憩的质量通常比正常睡眠要好，因此效果往往比补觉更显著。但需要注意的是，午睡或小憩时间超过30分钟，反而可能导致醒来时感觉疲惫，因此在时间上要特别注意。接下来我将讲解第2种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有意识地摄取抗氧化物质的内容。我们体内的抗氧化功能可以去除过量的活性氧，这些活性氧会对细胞和组织造成损伤。活性氧的产生有多种外部核心理因素，但它们的释放是因为全身细胞需要能量。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保持活力，这得益于体内产生的多种抗氧化酶，如超氧化物歧化酶，它们能够将活性氧无毒化，从而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伤害。然而，当抗氧化物质的功能不足以运作时，活性氧会导致组织和细胞受损。这些伤害如果不断积累，就会导致细胞功能障碍，从而逐渐被排除。在器官层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器官的重量确实会减少，因此这被认为是衰老现象的一部分。如前所述，抗氧化酶和抗氧化物质可以通过体内生成，也可以通过饮食摄取。它们广泛存在于深色蔬菜、水果、大豆、荞麦和绿茶中。建议从多种蔬菜中摄取不同的抗氧化物质。近年来，许多提取抗氧化物质的补充剂也逐渐增加。这些补充剂在广告中声称具有抗氧化功能。虽然这些补充剂看起来便利且高效，但实际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补充剂被归类为食品，而非药物，因此没有明确的数据证明它们的效果，便可以进行销售。补充剂是否有效，只有通过测量自身的免疫力才能知道。为了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补充剂，有时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而效果依然不确定。因此，
优先从饮食中获取多种抗氧化物质会更为重要。补充剂应作为辅助工具，尤其是在忙碌或疲惫的时候使用。有一项调查显示，某些志愿者在服用市售的补充剂1个月后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免疫系统受到影响的10个项目中，有的人数量增加，有的人持平，也有的人反而减少。该书中附有实验结果的表格，便于想深入了解的人参考。问题在于，这些补充剂虽然声称可以增强免疫力，但根据数据来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期待获得效果。要知道自己是否有成效，需在服用补充剂后测量反映免疫功能的标记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补充剂没有效果而长时间服用，可能会出现副作用。与医生的定期观察和决定停药不同，购买的市售补充剂通常在没有明显副作用的情况下，很难主动停止使用。药物和市售补充剂都可能出现副作用，因此了解补充剂对每个人的效果因个体差异而已很重要。理解这一点后，再进行补充剂的服用是非常重要的。总之，优先从饮食中摄取抗氧化物质，不要过于依赖补充剂。接下来，我将讲解提高免疫力的第3种方法——激素补充。关于免疫力，有一些有效的数据是针对生长激素的。有人认为生长激素的减少可能是衰老的原因，实际上已经尝试对老年人进行生长激素的注射，结果显示，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能力有所提升，皮肤也变得更加美丽，效果显著。然而，生长激素并非全然无害。它不仅作用于正常细胞，还可能作用于异常细胞，即体内存在的癌细胞，促进癌细胞的生长。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可能体内存在潜伏癌症。如果老年人维持过高的生长激素浓度，可能会激活甲状腺、肺部和前列腺等处的小型潜伏癌，并迅速增殖。许多情况下，潜伏癌在没有生长激素刺激时不会产生危害。因此，如果未来考虑进行生长激素注射时，一定要充分理解其优缺点后再做决定，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确保健康和安全。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